Hello， 大家好，我是翼王，今天来上手评测一下英特尔的10代桌面版处理器。相信很多人在 AMD 推出了锐龙第3代处理器之后都比较好奇英特尔的下一代处理器要怎么样来应对。虽然在去年多款笔记本平台和 HEDT 旗舰平台的10代 Cray 处理器就已经上市了，但是消费级桌面版的10代却迟迟没有公布。 结果一直到差不多首次公布10代处理器信息的1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4月30日，英特尔才终于放出了10代桌面版处理器的详细规格，然后5月20号才对跑分成绩进行了解禁。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10代消费级桌面处理器中的 i9-1090K 和 i7-1070K。我的 1070K 是从之前雷神的主机里面抠出来的所以就没有箱子了。英特尔官方送测的 CPU 只有 i9 和 i5， 好像特意避开了 i7。 反正我们搞到了，管它呢。10代 i5-10400的评测会延后到5月27号，跟到时候解禁的 B460主板一起放出。毕竟拿 Z490配 i5 不带 K 的人应该不多吧？总之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订阅一下。i3 的话，现在全市场都缺货，还在努力调配中，希望赶得上吧。 考虑到有些观众会比较着急想了解性能，所以这一次为大家准备好了时间坐标。心急的观众可以先去看一下跑分成绩，之后再倒回来看一看10代处理器和 Z490芯片组有哪些技术改进，以及测试环境配置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影响到公平性什么的。那么先来看看这2颗10代处理器的本体正面的标注内容还是老几样，不过防呆接口的位置改到了下方。 背面则是换成了新的 LGA12不用怀疑，我去年就已经数过真假了，确实是1200个以及没错，主板要换。和 9900K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针脚能对得上。1200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新增了针脚所以魔改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这次参与测试的 i7-1070K 和 i9-1090K 都是基于 Comet Lake 架构使用了14纳米加的工艺。注意了，只有2个加而已，千万绝对一定不要刷什么加之类的多没礼貌啊！ 两者的 TDP 均为125瓦，比上代 9900K 标称的95瓦要高比 9900KS 低2瓦不过英特尔的 TDP 这种东西大家懂的除非不锐屏不用 AVX， 不然实际满载功耗肯定是要超出去的，而超频之后肯定就更高了。 其中 1090K 比起上一代的 9900K 多出了2个核心，达到了10和2线程的规格，而得益于全系列超线程的开放这一代的 1070K 也达到了8和16线程，已经赶上了上一代 i9-9900K 的水平。准确的说 1070K 看起来和 9900K 几乎一致缓存什么都是一样的，除了不靠谱的 TDP 之外，差别最大的就是少了一个 TSX 指令集。 因为这个指令集有漏洞，英特尔一直没有修好，所以终于在10代里面放弃掉了有的9代主板刷了最新 BIOS 之后，也会屏蔽掉这个指令集。目前对 TSX 指令集需求最大，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软件，可能就是游戏主机模拟器了。 频率方面 ，1090K 单核双核睿频最高 5.3 赫兹全核睿频最高 4.9 1070K 则是单双核 5.1 全核 4.7也就是全核睿频跟 9900K 一致单核多一丢丢。 这一代还多了一些和频率相关的新技术，比如首次从旗舰平台下放到消费级桌面平台的睿频加速 Max 技术 3.0， 可以自动识别出最快的2个核心，让它们睿到最高频率来处理线程少的任务。 然后就是 TVB 睿频技术注意不是拍电视剧那个 TVB， 而是 Thermal Velocity Booster 主要就是一个我不管读对还是读歪，大家都记不住的名字。它的功能是在温度够低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把核心频率往死里干只支持 i9 1090K 的 5.3 和 1070K 的 5.1 都是靠这些技术实现的。还有就是可以单独开关每个核心的超线程。 虽然我也想象不出来这个功能的实际用途，可能关几个超线程之后，个别游戏会有提升。最后要说的就是封装工艺，这一代削薄了带上面硅片的厚度，好像是削回到和 8700K 一样从理论上来说对散热是有帮助的具体就要看等一下的测试结果了。 过来就是这一次全新的 Z490 芯片组了。从英特尔官方给出的拓扑图来看，Z490 和上一代的 Z390 没有很关键的差别，和 CPU 的连接还是纳啥总线 3.0， 也没有独立的直连 CPU 的 M.2 槽，以及PCIe 协议还是 3.0。 然后Z490对内置的网卡相关模块以及接口进行了升级，让主板可以支持到英特尔的 WiFi 6 AX201 无线网卡以及 2.5千兆有线网卡。 AX201 和 AX200 的不同之处在于 ，AX200 是完整的网卡，通过 PCIe 通道连接，而 AX201 是半张网卡，通过 CNVI 2代接口来连接，可以减少对主板 PCIe 通道的占用。AX201 需要搭配英特尔10代处理器才能使用。
顺带可以从这张图上面看到 ，CPU 支持的内存频率从原来的2666提升到了2933啊。至于这个只是原生频率，超频之后肯定是不止的。据说这一代的 CPU 的内存控制器有改进啊，等一下可以测测看。 看完10代的改进之后，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一下测试环境以及对手什么的了。我们这一次搭配10代进行测试的主板是技嘉的 Z490 Aorus Master， 也就是除了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买不起的那2张 Z490 Aorus Extreme 之外，目前技嘉最高端的 Z490 主板了。可以看到正反面都布置了大面积的保护装甲 ，RGB 的含量似乎也不低。 相比起上一代的同系列产品，这一代增加到了14项的数字供电，均使用钽电容，每项供电最高可以提供90安的电流，供电散热不用说也是非常的足料。这回技嘉确实是下了重本堆料了。要知道这些东西之前都是使用在 TRX 40主板上面的，我都懒得去管什么并联串联了这样都带不动的话，肯定就不是主板供电的问题了。 背面 I/O 接口这里可以看到，这块主板配置了一堆的 USB 3.2卷爆多少的 Type A、Type-C 接口，然后主板还内置了 WiFi 6无线网卡和英特尔准备推广的新标准2.5千兆有线网卡，以及高端主板必备的一键还原 CMOS 按钮和免 CPU X-BIOS 的 Q Flash 按钮，当然也没有落下。而且这个 Q Flash 据说还是技嘉的全系列 Z490 都有搭载。 主板正面下半身的保护壳拆开之后，可以看到有3条 M.2 的硬盘槽，再把南条散热片等也拆掉的话，就可以看到传说中的 Z490了。 这个 Z490芯片初看没啥特别的，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也是没啥特别的。真正特别的反而是旁边2个 PCIe 槽之间的通道切换开关。这块主板给配备了 PCIe 4.0的切换开关和信号放大器，而无论是从前面的 Z490 Top 图还是英特尔的官宣，都可以知道10代处理器是不支持 PCIe 4.0的。 在这块主板的包装盒背面也可以找到 PCIe 4.0等级用料的字样，而且据说这个 PCIe 4.0设计也是技嘉全系列在490都有这就比较 Kiyomi 不开了。英特尔官方也说过，下一代的处理器依旧会沿用 LGA 1200接口，所以11代的Cray处理器看起来是有机会支持 PCIe 4.0的主板厂商们都开始准备站位来了。 介绍完了10代 i7、i9 和 Z490 主板，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给他们挑选的对手了。首先就是英特尔自家兄弟翼王工作室劳模开一盖液晶9900K。虽然做完这次评测之后，劳模应该也要换人了。搭配的主板是技嘉的 Z390 Aorus Master， 是专门找来的同系列主板，这样对比起来应该就比较公平了吧。 说到对比，那当然就少不了友商的身影了。不过因为锐龙3代没有刚好适合性的处理器，所以这一次我们准备了一颗12核的3900X。虽然它的核心比 10900K 多但是主频要低不少一来二去感觉它们做对比是比较合适的。搭配的主板则是微星的 MUG X570 Ace。 然后来说一下这次选择的其他硬件以及设置什么的。内存的话，3个平台都是用了微刚 XPG 荣耀 D604888GB×2，这是直接开 XMP 就可以去到4008频率的传新版本目前还没有发售，是专门为了这次评测想办法接回来的。 我们在技嘉这块主板上面测试过，确实是可以直接 XMP 双通道4008开机。要知道这是4内存槽的主板，本身内存超频就比双槽的要难，可以直接点亮，说明10代的内存控制器确实是有改进的，以及技嘉的主板布线、新 BIOS 什么的应该也有提升。 不过很可惜的是，烤机测试没有通过。问题不确定在哪里，毕竟 CPU 主板内存都是早期甚至测试版的产品所以实际测试的时候，在490平台会设置到4400的频率。对比上代大多数4槽主板只能4000到4002频率来说这个表现已经可以了。 然后考虑到内存超频性能强，那也是 CPU 和平台本身的优势之一，所以我们在测试中都会使用 CPU 能达到的较高或者是较优的内存频率。上一次测 390X 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990K 测试时，内存频率会设置到4000要这个频率才能通过烤机，而390X 这边则是会以3733的频率运行。要注意 ，AMD 这边的频率不是超不到4000以上，而这一代当北桥频率，也就是 FCLK 频率和内存的频率保持1:10，内存性能反而会更好频率超高了 ，FCLK 就跑不到1:1模式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去看我去年390X 的评测视频，有不同内存频率下实际性能的对比测试。 大多数人使用锐龙3代处理器都会把内存设置到3600这颗 CPU 我们测试过3733都能稳就跑高一点了。过来是显卡，测游戏的时候我们使用了影驰的名人堂10周年纪念版的 RTX 2080 Ti， 这张卡是风水一体的，在这次测试中我们会用到的是风冷模式因为懒得装分体水。在普通人的装机选择中，这张显卡已经算是非常顶级的了理论上应该不会成为瓶颈。我想应该不会真的有人买泰坦 RTX 来打游戏吧。 散热方面，考虑到10核心的10900K 的实际功耗发热可能会比之前的990KS还要高，
我们找来了 1K 还没有上市的比之前测试过的那个水冷还要再高端一点的 AIO 360 Ultra 一体式水冷，它直接标配了6把 RGB 风扇，水泵的转速和蓄水量也进行了加强。另外和旧款对比，新款冷头还换成了金属外壳的变成了只有 logo 带 RGB 灯，感觉更高大上了一点。剩下的具体参数因为其实还在调整中，所以就是静止事项了。电源选择了海运旗舰钛金 Prime TX1000，大瓦数确保了硬件在测试期间不会因为供电问题而受到影响，而钛金转换率能够尽可能减少使用中额外的电力损耗，对平台功耗的估算就可以更准确了。硬盘使用的是微刚的叉屁股威龙 S50 PCIe 4.0固态，是 1TB 版本的，标称最大读取速度5000，写入4400。从性能上来看，算是目前顶尖的固态之一了。选用这个固态的原因是，这次很多主板厂商在宣传 Z490 主板的时候都提到了可以支持 PCIe 4.0，所以就想用这个固态来试试看，会不会能在 PCIe 4.0的模式下工作。实际上机之后可以确认到，这个固态还是跑在了 3.0 模式下，速度虽然挺快了，但还是会被限制在PCIe 3.0×4的最大带宽下面。硬件说完了，软件这边本次测试中使用的软件、游戏以及 BIOS 版本都是测试时有的最新的。Z490 当时只有测试版的 BIOS， 然后系统版本是1909，刚刚好没有赶上2004。然后除非是特别说明或者是超频测试不然全部主板的 BIOS 选项除了内存以外都会保持默认设置，不会专门打开跑分优化或者是锐频加强之类的功能。另外 X570 Ace 上面是默认会打开 PPO 的既然是默认开了，那就开着呗。毕竟一般人可能不懂超频，但是开个 PPO 用还是很简单、很正常的。还有要提前说明的是，因为主板、BIOS 版本、系统版本、软件版本、内存、显卡设置等等原因，成绩可能会和以前测相同 CPU 时有一点点的偏差反正我保证这次公布的成绩都是实际在前面介绍的硬件搭配上面跑出来的结果。大家如果觉得我们是有意偏袒了哪一方的话可以买回完全相同的配置，自己跑一次看看。好了，相信再怎么有耐心的观众看到这里也有些迫不及待了那么接下来就不卖关子了这是公布成绩。首先还是 CPU 理论性能跑分，看看被苹果带火了的生产力。第一个是老朋友 3D 建模动画渲染软件 Cinema 4D 的衍生物 Cinebench。10700K 单线程、多线程表现都比9900K 略强了一点点，而 10900K 对比 10700K 的提升正好和线程数以及频率的差距对得上不过多线程层级距离3900X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可能是因为我这次用的水冷性能比较好，也可能是我随手买的盒装 CPU 居然出了 SSR， 这颗39000X PPO 之后，单核睿频可以上到 4.57， 接近 4.6， 加上锐龙3代在 Cinebench R20 中的表现会比较好。当然，在 Yes 的同时，也要注意现实中只有一个核心有占用，这个核心可以睿频到满的情况是比较少的。3D Mark 和 V-Ray 的数字比较接近，为了方便就丢到一个表格里面了。其中 V-Ray 也是 3D 渲染软件，4颗 CPU 的差距也和前面的 Cinebench 的多线程层级相近。而 TimeSpan 物理分 10900K 略高出39000X一点。要注意 TimeSpan 是专门为跑分而写的软件，可以比较好的利用 CPU 的多个核心，能做到这一点的游戏极少。过来的 Spec Workstation 是一个集合了多种专业跑分软件的专业跑分的软件这里挑了几个比较常用的，其中 7zip 是压缩软件Blender 和 LuxRender 是 3D 渲染器 Handbrake 则是视频转码软件。10700K 还是每样都比99000K 略强一丢丢，明明全核睿频应该是一样的。10900K 则和39000X互有胜负从10900K 和10700K 的差距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软件都能利用上全部的核心。这个测试算是单核多核的综合表现吧。W Prime 是一款通过算质数来测试计算机运算能力等的软件以上摘自百度百科。注意这个单位是秒，是越低越好的这是目前测试过的项目之中唯一99000K 比10700K 还强了一点的项目了这可能和时代取消了 TSX 指令集有关。然后因为好奇，我们特意将英特尔这3颗处理器都设置到了全核心 5G 跑了部分测试进行对比，在同屏下 10700K 依然还是比99000K 略强一点。R20 中3颗处理器的单核分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单核 IPC 应该没有什么提升。多线程 10700K 比99000K 强，可能是架构或者漏洞修复，又或者是内存控制器等的原因。虽然都是 Lake， 但至少前缀还是不一样的。Intel 应该多少还是有在做一点改进的。艾达热4的内存和缓存性能我们也跑了一下可以看到 10700K 和 10900K 的内存性能是基本一致的，然后 10900K 的缓存速度要高一点，核心越多缓存越快是英特尔 CPU 的传统了同样的，锐龙这边内存延迟高一点也是传统了。
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10代的内存延迟比9代也是高了一丢丢考虑到有可能是时序设置的问题，所以我们专门把10代的内存也降到4000C19时序跑了一下还是比9900K 略高了一点点不过这东西单位是纳秒，1、2纳秒也有可能是测试误差，对实际性能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大人有大量就不跟英特尔计较了。过来就是很多人可能更关心的游戏部分了。第一个还是老朋友中的老朋友吃鸡 1080P 3级制，因为显卡已经严重够用，而且这个游戏吃 CPU 单核性能跟内存带宽，所以主频高、内存频率高的正好游戏帧数也高一点也可以看到游戏时 CPU 还是会按全核睿频跑。过来是大表哥2 1080P 全最高画质，这游戏第一次跑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太正常1090K 甚至比9900K 都还要低。后来检查了半天，发现是这个游戏对超线程的优化不够好，全部 CPU 都关掉超线程之后，就会发现正常了不少。不过这个游戏的帧数浮动比较厉害，光看实时画面对比根本看不出来哪个 CPU 比较强，所以我们截取了最后总的统计成绩，可以看到4个 CPU 的最低帧数和平均帧数都是非常相近的唯独不知道为什么9900K 那边最高帧数要高出不少。古墓11还是1080P 全最高画质，后面的游戏不特别说明的话都是这样设置的如果开高分辨率导致显卡性能都被吃满，全部 CPU 帧数一样就没有对比的意义了。英特尔的3颗处理器层级高度一致3900X 要低10来帧，最后的平均帧统计里面1090K 以1帧的巨大优势胜出。COD 战区这个游戏没有自带跑分，所以就跳到了同一个位置，尽量按同一个视角走1070K、1090K、390X 的帧数都非常接近，只有990K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还高出来了10几帧莫非又是超线程的锅？最后是现在比较火的全面战争3国，当游戏中的单位数量上来之后，会发现这游戏其实还是吃单核，看来多核优化还是没有这么好做。最后统计出来的平均帧里面，英特尔3颗 CPU 的层级非常相近390X 要低10帧这样。这个时候肯定有人想知道，如果英特尔这3颗 CPU 都跑在同一个频率上的话情况会怎么样？所以这里专门把它们都抄到了5G， 然后跑了对 CPU 最敏感的游戏吃鸡。结果它们之间还是会有一点帧数差距，9900K 比1070K 低几帧1070K 也是比1090K 略低几帧。这里如果新 BIOS 新系统对9900K 没有做什么负优化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内存和缓存方面的原因了。特别是1070K 和1090K 架构频率一样，内存设置也是相同的吃鸡也优化不到这么多核心。我能想到的可能影响吃鸡帧数的地方，就是 1090K 的缓存性能比1070K 高一点了。其他游戏对这一块的敏感程度没有这么高，所以姑且也可以认为 1070K 的同频游戏性能和 1090K 是相当的毕竟前面有几个游戏即使不同频帧数也差不多。游戏再过来就是很多人也会关心的温度和功耗了毕竟这关系到电源散热选配的问题以及使用体验。这边还是老方法，i.64 单卡 FPU 20分钟以上英特尔这边我取了2个温度值，一个是 i.64 里面读出来的 CPU 封装温度，另外一个是全部核心温度的平均值。AMD 这边只能识别出来1个温度值，那就用它了。而右边的功耗值，一个是通过功耗计读取的电源和输入功耗另外一个就是 i.64 里面识别出来的 CPU 功耗。1090K 的功耗果然是比较高的难怪新的 Z490 主板供电都增强了不少压制下来的温度倒是还行。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不同 CPU 其实体质有差距默认电压也会不一样。可以看到同样是全核 4.7 9900K 和1070K 的功耗就不一样当然可能和主板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为了确认英特尔这次削薄了核心之后散热能力有多少增强，我们专门将9900K 和1070K 设置到同功耗同频 5G 的状态下进行了烤机测试。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也没想到能跑出这个成绩，核心温度真就能精确到0点几度。我是该说英特尔对 CPU 的散热改进确实有用，还是该说这1070K 真就是 9900K 的马甲呢？另外，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还发现9900K 和1070K 在相同电压下的功耗是不一样的。1070K 1.35伏和9900K 1.28伏下 ，i.64 里面识别出来的功耗一致。我用万用表测了主板的测量点，电压是没错的。可能是英特尔改了供电细节，也有可能技嘉在 Z490 上面改了电压的获取点。最后就是超频的部分了，1070K 已经可以说就是 990K 的小改良版马甲了，而 990K 的超频之前就已经测过很多所以这次只尝试一下 1090K 的超频。考虑到10核超频功耗可能会比较大，这一次我们还专门给 1090K 涂了液晶。利明的散热器还行，但是这个液晶真的一点都不好用完全不粘顶盖，散热器按下去甚至还会挤出来，差点漏到主板上面完全不建议购买。
经过测试，这颗 CPU 只可以做到全核 5.2 过 R10 测试，最高多核得分是6660几，还是没有赶上390X，对比默认成绩也只多出了200分。然后这颗 CPU 1.31伏就能实现全核 5.3 开机，但是电压一直加到1.4几都过不了测试，最多只能跑一小会儿 FPU 烤机，然后就蓝屏或者重启了。此时整机输入功耗是400瓦出头，比默认烤机倒是只高出了50瓦左右，可惜稳不住。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即使是水冷，想上 5.3 也是需要 CPU 比较刁才行。顺带提，技嘉的新版 BIOS 倒是确实比之前好用了不少超频常用的选项都改到同一个页面了不像之前那样需要到处翻，电压校正之类的功能也比较好找了。总结时间到了一路看下来，基本上可以认为 1070K 就是 990K 的轻度优化改良版，价格便宜了1000，而 1090K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增加了2个核心，同时默认频率再往上拔高一点。然后因为要匹配 i9 更高的供电需求，于是就可以看到，各大厂商的 Z490 主板都比同系列的 Z390 主板要贵出不少毕竟要堆的料确实是增加了。好在 1070K 的供电要求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因为体积原因可能还低了一点所以档位第1级的主板也是带得动的。特别是后面推出不带核显的 KF 以及主板降价之后，整机的价格应该还能再便宜一些。而且它只有8个核心，没有这么容易碰上超线程优化的问题理论上超频也会比 1090K 简单一点，所以这颗马甲版的 990K 可以说还是现在最适合游戏的 CPU。毕竟现在大多数游戏还是看的单核性能。如果你的电脑主要是游戏用途希望有较好的游戏表现，懂一点超频且不想出到 1090K 的钱又或者是电脑要用来做一些有单核需求同时优化又没有上到10个核心的任务，那么 i7 1070K 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而 i9 1090K 这边的情况就复杂一点了在不超频的情况下，它有着目前英特尔消费级桌面平台最强的游戏性能没有碰上优化问题的情况下，以及最强的单核性能，但是它对主板的供电要求也更高功耗发热更大，整个平台搭起来的成本就要高出一些。所以要选购它，就需要你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比如你希望有最高的游戏帧数，但是又懒得超频又或者是使用的软件有单核需求，同时能够优化到10个核心，那么多出点钱选择 i9 还是没啥问题的。当然，如果软件不是特别针对英特尔优化，同时能够利用上多核心性能那么锐龙3代这边依然是首选。毕竟390X只是比 1070K 贵一点但是多核心性能却超过 1090K 了。最后这一次推出的酷睿10代给我的感觉是英特尔是因为桌面级的10纳米处理器一直难产，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强迫14纳米再努力一下。Z490芯片组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功能更新，新插槽增加的这么多针脚更像是为下一代做准备。主板厂商这边也是以能支持下一代 CPU 能支持未来的功能作为板子的卖点，这加起来就给了我一个预感，下一代11代的酷睿处理器很快会上市如果疫情能控制得好的话，说不定最快在明年的 CES， 也就是2021年年初就有机会见到了。当然，考虑到英特尔处理器的保值程度如果前面提到的使用场景确实符合你的需求的话，现在入手10代处理器之后再卖掉换11代，应该也不会亏太多毕竟已经降到 i3 级别的7700K， 现在闲鱼还要卖到1900呢。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个影片能帮助到你的话，不要忘记点赞支持一下顺带再订阅一波，那就更好了我是易王，下次再见，拜拜。